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麥芽奶爸。今天呢，我會分享給你們我2026推薦的一些好喝威士忌。喜歡我的頻道，不要忘記按個讚、留言、訂閱跟開啟小鈴鐺，還有超級感謝哦，或 Super Thanks。哇，我們又來到每年年底的這個威士忌推薦影片了。我還記得5年前，就是我剛開始做這個麥芽奶爸的頻道，我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這種有分價格的推薦影片了。當時我老婆有說，如果有50個人看好了，就是你的影片，你就可以考慮繼續做這個頻道。那部影片就是有1000多個人，那時候當時，所以我就不知不覺做了5年嘛，所以我就想感謝每個訂閱粉絲們，就是我是從去年4828的訂閱粉絲，現在6618個訂閱粉絲們，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每位，就是有在支持我們麥芽奶爸的頻道，有你們我就有這個動力去繼續做這個頻道嘛，所以再次說謝謝你們，我很感激。那我也是想拜托一些有在看我的影片，可是都還沒有訂閱嘛，所以我想拜托你們給我1秒鐘的你們的時間來點一下訂閱在下面，因為我看我 YouTube 的 Analytics， 他們就是說你還是有 83.7% 的人在看你的影片是沒有訂閱的，所以請你們幫我的頻道成長一下，再多成長，讓我們衝到1萬個訂閱粉絲們，謝謝你們。今年也是有做了一個蠻有趣的採訪，就是去找我的好朋友 Jeff G Whisky 嘛，然後去開箱他那部店。然後今年其實因為酒勢沒有很好，所以我出的片是稍微慢一些，可是我是覺得有好的影片可以分享，我才會出片。那明年的目標呢，我是想開始找一些可以合作的一些公司啊或廠商可以做影片，然後如果我觉得那個威士忌品牌是蠻有趣的可以分享，我願意合作。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一些人可以直接 email 我 YouTube 頻道的 email， 然後跟我連接，謝謝你們。然後我是想可能去多走走嘛，就是去找一些店家，可能去做一些開箱跟採訪影片，我是覺得蠻好玩的。好，那這個就是明年的目標。好了，那話不多說，我們來先開始從1000以內的推薦威士忌。第3名我會選 Nikka from the Barrel， 它是51.4% 酒精濃度，有冷凝過濾跟有調色，價格大概在800塊。這支呢就是有100種的大麥跟穀類威士忌去調和的，所以它在現在的那個法規就是它不算是一個日本威士忌，因為它是有調和其他國家的威士忌進去。這個真的如果你喝了你會知道日本的調和的技術的厲害。我覺得這支呢就是很柔順，可是也不會太水水的，因為它那個酒精濃度夠高，它喝起來真的是一種傳統威士忌的口味，所以我覺得很划算， CP 值很高，因為才800塊而已就可以買得到。這支呢也是在我們那個 Oswa在2022有得到那個最好的調和威士忌的獎，这個就是第3名在1000內 Nikka from the Barrel。 好，那第2名在1000內我會選百樂門12年無泥煤版本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它的價格大概在980左右。然後當時我買的時候它就是有活動，它就是有送一個不鏽鋼的鐵盤，所以我覺得蠻不錯的。這支呢就是跟那個統強的12年百樂門是完全不一樣，它是比較優雅一點，因為它酒精濃度比較低嘛，然後又沒有泥煤，所以它就是感覺就是百樂門的另外一個方面，我覺得是做得很棒的。而且它那個桶的味道，橡木桶木質調，就是有 Gordon and MacPhail 桶子用的那種頂級橡木桶，因為呢就是 Gordon MacPhail 的酒廠就是百樂門嘛，所以這支呢沒有泥煤風格，也還是可以認識到百樂門那個特別的酒體的風格。這個就是1000內的第2名，百樂門12年無泥煤。好，那我們來到1000內的第1名。第1名我會選羅夢湖12年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然後價格大概在800塊左右。它就是有那種淡煙燻水果香氣，然後它最好的記憶點就是有那種
基友的味道，可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那種複雜的味道嘛。然後它酒體飽滿也是夠強，它的酒體是不錯的，而且因為它用的蒸餾器是鎢式蒸餾器跟那個连續蒸餾器一起使用的，然後也有 hybrid， 所以他們做出來的酒體是比較多樣，還蠻有記憶點的一支威士忌，所以我就選它當第一名，而且價格又很親民，這個就是1000內的第一名，羅蒙湖12年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來到1000到2000內的範圍，在這個價格裡面，我會推薦7瓶威士忌。好，那第7名就是蘇摩克雪莉炸彈，它是48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然後它的原價是1500，可是我就是有買到1100的價格。這個就是是一個很棒的雪莉尼美威士忌，而且它就是 Ian MacLeod 瓶裝的，所以也可以算是一個 IB 的威士忌。可是它就是固定會出這個 Smokehead 的雪莉炸彈，然後它那種雪莉尼美風格就是有帶一點消毒水跟碘味，可是不強，還可以接受。它就是有燒焦的那種培根的味道跟火腿，我是比較喜歡這種的風格，就是如果尼美威士忌有這種培根火腿味，我超喜歡的，所以可以考慮。這個就是第7名蘇摩克雪莉炸彈。第6名我會選格蘭利威12年銅牆，它是55.3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有調色，它的價格大概在1300左右。這支呢就是一個台灣限量版本的，可是我覺得格蘭利威有弄成銅牆，因為它也是有普通版本的12年，也是一樣朗姆桶跟波本桶勾兑的，可是這個就是原酒的版本或是銅牆的版本，所以它的風味加強更好喝，老饕們會比較喜歡這個銅牆的版本，而且價格不超過2倍，就是因為那個普通版本大概好像700-800嘛，然後這支銅牆版本才1300，所以它 CP 值真的很高。我認為價格很親民，又是銅牆的威士忌，這支就是有那種格蘭利威那個熱帶水果的味道，很明顯，就是很優雅，做得很不錯。這個就是第6名格蘭利威12年銅牆。那第5名我會選 Glasgow 1770尼美。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它的價格是1250塊左右。這支呢就是我在今年的那個11月的酒展有試喝過，這支呢它口感很豐富，可是也是很乾淨的那種，酒體很飽滿很厚重，喝起來就是在嘴巴裡你會覺得哦你在喝原酒，因為超豐富的味道嘛，可是喝下去就比較柔順一點，因為它才46%酒精濃度，所以這個在酒展的時候喝了很多威士忌的情況下，給我的記憶點是有的。這個 Glasgow 1770，所以它就是第5名 Glasgow 1770尼美。接下來在第4名我會選格蘭蒂維托利亞，它是54.2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。它的價格就是在1380塊，可是呢，這個你們看到的這個圖片就是舊的版本，新的版本應該那個價格大概在1900到2000左右了。可是這個舊的版本好像最近有在做出清的價格，所以就覺得很棒，因為酒市不好，所以這些貨有跌價，舊的版本，所以可以開始收。這支呢就是2022的時候 Oswald 有得到最好的單一麥芽威士忌，因為它的價格算是很親民的，而且又是銅牆的威士忌。我原本剛開瓶的時候，我是覺得哦，這個其實還好而已，没什麼讓你會哇很喜歡。可是我覺得後來放一陣子在瓶子裡，然後回去喝，它就有變柔順一點，波本香氣更香。因為格蘭蒂波本桶的威士忌，我覺得是蠻出色的，品質也是很好，所以可以考慮，如果有找到有出清價的維托利亞可以收。這個就是第4名格蘭蒂維托利亞。好，那在1000到2000的第3名我會選朗格羅5年份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價格大概在1500左右。
它就是有那種很舒服的泥煤香气，喝起来也没有那種消毒水的味道或是碘的味道。它就是 Campbell 鎮的泥煤威士忌嘛，所以它是有自己的獨特的風格，很香，超級香。朗格羅就是雲頂的有泥煤版本嘛，所以在酒標上沒有寫雲頂 or Springbank， 就是會被低估。可是說實話，它就是一個蠻好喝的 Campbell 鎮的威士忌。這個是我的一些常常有在喝的泥煤威士忌，它有那種超級香的烤焦的檸檬奶油派的味道，而且我覺得在1500可以買到雲頂的某一個品牌，我覺得還可以接受，因為雲頂10年就要2500左右了嘛，少1000塊可以喝到類似的，可是有重泥煤，是很不錯了。所以這個就是第3名，朗格羅的5年份。好，在第2名我會選愛德麥康濃韻無泥煤桶強，它是58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價格大概在1900左右。如果你們想看一個比較仔細的分享影片，我是有拍過，所以請去看一下，如果有興趣。我最喜歡愛德麥康就是它的酒體，它的酒體是蠻強壯的，可是喝下去是蠻順的，就是不會有那種負擔的感覺嘛，所以我覺得它這樣做是蠻厲害的。它雪莉桶的味道是很棒的，就是一個好的雪莉桶沒有那種醬菜味啊，或是梅乾菜的味道，然後也是沒有那種硫的味道，做得很好的雪莉桶就是應該是不會有這些味道嘛。雪莉控的真的會喜歡這個愛德麥康的這個經典的味道，而且現在天氣開始冷，喝桶強的雪莉桶其實是蠻舒服的，所以如果有看到這支愛德麥康可以考慮一下。這個就是第2名，愛德麥康濃韻無泥煤版本的桶強。好，那我們來到1000到2000內的第1名。其實1000到2000就是我最喜歡的範圍，所以今年的第1名我會選愛德麥康10年，它是50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價格是1750塊左右。它就是有利用香檳桶去勾兌的，層次很多，很香，它就是很清爽的威士忌。可能那時候我買到就是暑假的時候，那時候喝了這支真的很棒，而且它的風格就是有很明顯的芒果啊、鳳梨跟香蕉的味道，就是一些熱帶水果的味道嘛。愛德麥康其實是一個算是蠻新的酒廠，因為他們大概10年、11年的酒廠剛開幕而已。可是在這個短短的時間，他們做的威士忌其實很棒，很厲害，而且我們那群 Oswald 都很喜歡這個愛德麥康。我喝來喝去，他們大部分的威士忌出就是會讓一些老饕喜愛嘛，所以我覺得可以關注愛德麥康以後出的一些威士忌，而且這個10年以後會變成他們的核心款嘛，以後會有出泥煤的版本，所以我是蠻期待喝到有泥煤的愛德麥康10年，這個就是第1名。愛德麥康10年。好，那接下來就是2000到4000內的威士忌的範圍，在這個範圍我會推薦3支威士忌。好，那第3名我會選起侯門13年，它是50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價格大概在2600左右。它就是有利用那個蘋果白蘭地 Calvados 的那個桶子嘛，所以它的層次是蠻多的，有那種很香的烤紅蘋果啊，烤焦的紅蘋果，或是那個燉蘋果醬這樣子。而且起侯門的特色，它的泥煤香氣感覺是很有機的，就是好像在農場的那種泥煤，所以蠻特別的。而且現在起侯門這個酒廠就是越來越有年紀了，然後他們也開始出有年份的威士忌，所以我感覺得出來他們的威士忌是越來越有那種平衡度，就是越來越溫和，因為年份越高，那個泥煤的強烈度會越來越低，越來越柔順，所以可以多看一些起侯門的那些有年份的威士忌。這個就是第3名，起侯門13年。好，那在第2名我會選奇克倫16年2025的版本，
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價格大概可能會在3000到3500之間，我不知道，因為其實這支我是還沒喝過，因為台灣的市場還沒出，可是我就是非常期待買到這支奇克倫16年，因為今年2025的版本是純雪莉桶的，所以你看到它的顏色是比較黑一點，就是因為利用的是純雪莉桶。我認為因為奇克倫他們的品牌是比較少人知道，所以希望就是比較有機會可以入手這個奇克倫16年。然後你看到它的瓶子就是換了，它比較瘦高一點，以前是矮胖的那種嘛，因為雲頂他們那個矮胖的瓶子用完了，然後他們的廠商也來不及弄一批給他們，所以他們又回到原本的那种高瘦的那个版本，就是这个就是今年的第2名，可以期待的奇克倫16年2025版本。好，今年2000到4000的第1名，其實我也是還沒有喝過，可是呢，它就是很熱門，它就是麥卡倫12年110 proof， 它是55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嗎跟無調色。然後在機場的價格，它剛出是3500，然後目前它就是在機場免稅店就是被掃光了，就是被一些黃牛全部掃光。可是呢，明明在國外，就是其實我有一些美國的朋友有在跟我聯繫，他們是說在美國加州是還可以看得到的，就是走進去店家就可以買到，然後價格也是在110美金左右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台灣可以看到這個價格，大概3500、3600之類的可以買。可是如果有看到4500以上的，就那個就是都是黃牛的價格，不要支持黃牛的價格，千萬不要，因為這樣子以後他們就不敢了，因為會卡到他們的現金嘛。所以就看看了，就不知道這支會不會比以前的那個麥卡倫10年原酒更好喝嘛，因為有多2年的收藏。反正這個就是等我朋友帶回來，我可能會做個影片去分享。這個就是今年的第1名，麥卡倫12年110 proof。接下來的範圍就是4000以上的威士忌了，然後在這個價格我會推薦3支威士忌。那第3名我會選Octomore 16.3， 它是 61.6% 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價格大概在5500左右。這支也是今年在酒展有試喝過，我覺得這個系列16的是最好喝的，因為通常點3的 Octomore 他們利用的大麥就是從艾雷島的，所以他們做出來的威士忌會那種鹹鹹甜甜的味道嘛，因為艾雷大麥是稍微比較鹹一點。這支就是有很香的培根、焦糖、奶油的香氣，質地也很厚、很濃、很飽滿。如果你是一個泥美控，喝 Octomore 真的會很爽，只能說這樣。這個就是第3名 Octomore 16.3。好，那在第2名我會選 Ardbeg 21年。它是 46.8% 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它價格大概在12000左右。它的價格其實不太親民了，可是因為 Ardbeg 的東西有高年份的，這其實是很少見的，因為他們一直出很多無年份的限量版，出到一些Ardbeg 的鐵粉都手軟了。Anyway， 它這個就是好像今年才出吧，所以我蠻幸運，就是有一些朋友有分享，謝謝 Charles。這支真的喝起來就是有老酒的味道了，泥美也開始變很柔順，很舒服嘛。然後因為這個 Ardbeg 21年它用的是雪莉桶，所以那個風味超級濃，喝起來很平衡，很舒服。可是就是價格是比較高一點，可以考慮參考買單杯看看適不適合你的口味再買進來。這個就是 Ardbeg 21年，今年4000以上的第2名。好，那我們來到4000以上的威士忌推薦。第1名我會選致富 On the Way 2024地板發賣。它是 54.5% 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大概在10000左右。
這支呢就是有很濃的麥芽甜味，超級舒服的，然後質地也很厚。這個最好的形容，我有跟 Jeff 討論，它好像是日威的雲頂，因為可能是地板發麥的關係嗎？不知道你們有喝過嗎？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討論。這支呢喝起來很順很輕，感覺46%，可是明明它是原酒，這個就是日威的厲害嘛，就那個酒精濃度喝起來哇很柔順，就是很棒。它有很香的草本香氣、奶油、香草的味道，而且都很濃，然後喝起來很順，尾韻很長。這個其實我一直很想買一瓶，可是還在考慮，因為價格是蠻高的。這支我通常就是會買單杯來喝。好，那這個就是今年的第一名了，致富 On the Way 2024 Floor Moulton。好吧，那這個就是我的2026的威士忌推薦影片。那我想謝謝大家的收看，如果有什麼可以分享的，請在下面留言，歡迎討論。然後呢，如果你們還沒有訂閱，請拜託按一下訂閱的按鈕。那謝謝大家，我祝你們聖誕節快樂跟新年快樂，祝你們有身體健康、平平安安，然後也是天天可以喝到好的威士忌。好，謝謝大家，明年再見了，拜拜。